从驿城出来，一行人都累得够呛，到了有人烟的地方都激动得不行，找了个客栈，几位少年打算大搓一顿。韩光君表示不参与，牵着那个身份不明的黑衣怪人就往2楼走。这很正常，韩光君要是真和他们在这儿喝酒赌钱，那才是真的天下大乱了。我说这个莫玄羽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本事也太大了，我从没想过除了夷陵老祖之外，还能有人在轨道上有如此修为。欧阳子真话语间充满敬畏。金陵低头喝闷酒，他恨味无限，也恨天底下所有邪门歪道。可是这个莫玄羽确实救了他许多回，为人又幽默风趣，很难让他不产生好感。只是这整件事太奇怪了，这人明明以前还是个纠缠他小叔叔的变态，怎么多年不见换了个人似的？不仅轨道修为高深莫测，见多识广到令人啧舌，就连那天杀的温宁都说到就到。真的夺舍了？这人难道真的是夷陵老祖？那就更完蛋了，这说明他舅舅的紫殿也废了。金陵只能郁闷的一口闷，只可惜席间只有金陵一人郁闷，几个世家子弟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好不快活。快活到一半，客栈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了。本应在2楼喝茶发呆的韩光君和莫玄羽，此时就站在门外。韩光君的一只脚还悬在半空。没错了，是韩光君踹的门。所有人目瞪口呆。韩光君身形稳健挺拔，一步步向他们走来，看上去就是韩光君平时的样子，只除了一样，他脑门上没了墨额。几位少爷哆哆嗦嗦地往韩光君身后看去，那莫玄羽也和他们一样一脸呆滞，双手被捆在一起，绳索的头就在韩光君手上，那绳索好死不死，正是兰家特产墨额。我的个龟龟！蓝景怡的猪肘子掉进了酱油汤里，见了欧阳子真一脸。欧阳子真恍若未觉，脸都不擦。莫玄羽嘴角拉出一个很僵硬的笑容，哈哈哈哈！别在意，别在意，韩光君在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。蓝思追整个人抖得像刚下锅的活鱼，开口说话，声音尖得像只鹅。莫前辈，您知不知道蓝氏抹额的意义？知道，约束自身吗？你们韩光君是觉得我这人太没规矩，想约束我，哈哈。韩光君原地站稳，回头给了莫玄羽一个非常明显的白眼。小辈们吓傻了。蓝景怡啊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夫人，蓝夫人。莫玄羽一头雾水，四下张望，然后惊恐地问，蓝夫人在哪里？你们云深不知处还有蓝夫人？谁的夫人？蓝启人夕阳红了。金陵仔细观察着莫玄羽，心想，这人也是我的小叔叔，真是活泼天真又可爱，也别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了，改天正式把他介绍给舅舅吧，都是一家人，吃个饭总应该的。卧槽，韩光君是笑了。眼角余光接收到这惊悚的一幕，金陵尖叫着跳了起来。不仅是他跳了起来，在座所有少年都跳了起来。韩光君魂不在意，嘴角继续噙着那丝笑意，牵着莫玄羽坐到了他们一桌。如果没看错，韩光君走路时甚至在蹦跶。然后在众人见鬼的目光中，韩光君摸了摸蓝景怡的头，好孩子。蓝景怡哭得更厉害了。莫玄羽脸都要笑僵了，为了缓解尴尬，叫众人坐下，看着桌上的猪蹄鸭掌腰花和酒，赶紧拿起一壶酒说，我自罚一壶，就当为嫂你们姓赔罪，完了我就和韩光君上楼，不打扰你们，你们继续，哈哈哈。可是他刚把酒壶递到嘴边，酒壶就被拿走了。莫玄羽瞪着眼睛看着酒壶，抢他酒的人是韩光君。韩光君对着他又笑了一声，抬头一口闷了。韩光君被夺舍了。莫玄羽的脸几乎要抽筋。金陵还是观察着他，心里确定这小叔叔真可爱。然后莫玄羽干笑道，罚酒也罚了，还清了，我们走吧。可是韩光君不想走。韩光君臂力惊人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此时他猛地把酒壶摔地上，握住了莫玄羽的手，双手握的。莫玄羽手腕上还绑着他的宝贝墨额。蓝景怡不哭了，他摆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开始嗑瓜子。还清了。韩光君的声音冷静冷淡，一如既往。还清了。他又说了一遍。莫玄羽眨眨眼，也吓傻了。
韩光君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带了点哭腔，腾出一只手猛拍心脏。可是你这里欠我的，用什么还？用什么还？啊！莫玄羽一哆嗦，好像浑身过电。韩光君抓住莫玄羽两边肩膀，开始猛晃。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你像个石头一样？我像石头？莫玄羽遭受了巨大打击，扭头问小辈们，语气充满了不可置信。我像石头？小辈们都已经开始嗑瓜子，整齐摇头。莫玄羽坐在原地思考须臾，突然叫小二来碗宽面，而韩光君还保持着抓肩膀的姿势。面很快就来了，莫玄羽面上露出一个很公式化的笑容，端起碗，夹起面，对韩光君说：你看这个碗，它又大又圆，就像这个面，它又长又宽。小辈们集体歪头表示疑惑，韩光君也哆嗦了一下，好像浑身过电。接着韩光君一头砸桌子上，睡着了。蓝景怡的瓜子也掉酱油里了。精灵抓着莫玄羽的袖子，语气很兴奋：小叔叔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莫玄羽把韩光君扛肩膀上，神秘一笑：这叫做以电供电。于是就扛着韩光君上楼了。翌日晨间，莫玄羽还在睡觉，韩光君下楼拿早饭，在楼梯上就看到小辈们排队整齐，恭候他大驾。韩光君面无表情地缓缓打出一个问号。蓝斯追上前一步，行了个礼：韩光君加油，我们都会帮助您的。精灵也上前一步，人生第一次恭敬地对韩光君行礼：加油啊，小婶婶。少年们都瞪他。精灵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改口道：总之，加油。不久之后，精灵发现，那其实不是他小叔叔，而是他大舅舅。精灵哭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